打开你的手机通讯录，翻到最后一页。告诉我，如果现在是凌晨3点，你崩溃了，你能打给谁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维认知。今天咱们不聊怎么搞人际关系，也不聊怎么混圈子。今天我想和那些总是觉得格格不入的人来一场灵魂深处的对话。刚才开头那个场景是不是像极了你？你看了一眼手机，空空如也。你划过朋友圈，看到大家都在聚会，在旅游，在秀恩爱，而你一个人坐在房间里，只觉得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，又冷又重。社会告诉你，你有病。他说，如果你不合群，你就是反社会，你就是个失败者。就连你的父母可能都说过，你怎么就不能像别人那样多交几个朋友呢？但是朋友们，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：你的孤独不是缺陷，而是一种进化的馈赠。这不是因为你无法与人连接，而是因为你的系统天生就在排斥虚假。进化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顶点悖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一个生物越是进化的高级，越是专业化，越是危险，它的圈子就越小。你看草原上，羊群才成群结队，猎狗才拉帮结派。但是老虎总是独行。如果你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异类，试过戴上面具去融入，但那个面具总是滑落，那么请留下来。今天我们要剖析独行者身上这7种罕见的特质。听完之后，你会明白为什么你的圈子这么小，以及为什么你的孤独实际上是你最强大的武器。特质1：极度敏锐的人肉测谎仪。绝大多数人在社交里就像是在梦游，别人说咱们是兄弟，他就信了；别人说我挺喜欢你的，他就感动了。他们只听字面意思，因为这样活得轻松，活得舒服。但你不行，你做不到。你的大脑天生就是一台精密的雷达，你不听别人说什么，你只看别人做什么。你捕捉的是微表情，是语调的颤抖，是眼神的躲闪。心理学上管这个叫薄片撷取能力，就是你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看透事物的本质。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个朋友叫老 K， 他在一家大公司做技术总监，平时独来独往，连团建都不去。有一次公司来了个新副总，特别会来事儿，见人就笑，跟谁都称兄道弟。所有人都觉得这副总真好，真亲民。只有老 K 在第一次开会时就跟我说，这个人不可信，离他远点。我问为什么，老 K 说，他笑的时候眼角的肌肉没有动，他在夸别人的时候手会不自觉地摸鼻子，他在掩饰攻击性。当时我觉得老 K 太敏感了，太阴暗了。结果半年后，那个副总卷走了公司一大笔核心数据，跳槽去了竞队，还把几个信他的老员工坑得底掉。你看，这就是独行者的代价。你看得太轻了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聚会是快乐的能量交换；对于你来说，那是混乱的、虚伪的数据流。你看着他们在演戏，看着他们为了合群而压抑本性。你知道台词，但你拒绝说出口，这让你变得危险。人们不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坏，而是因为你是一面镜子，你照出了他们不想承认的虚伪。所以，当你失去朋友的时候，问问自己，是你失去了他们，还是你暴露了他们？你的孤独是你为真实所付出的门票。特质2：对社交商的零容忍。物理学里有个定律叫熵增定律，系统总是趋向于无序，趋向于混乱。大多数社交互动其实就是在制造熵。今天天气不错啊，那个明星又出轨了，我老板真是个傻 X。 这些全是死信息的循环播放，全是噪音。如果你朋友很少，那是因为你有一种名为高认知需求的生物驱动力。这对你来说不仅仅是性格问题，这是生理反应。
研究表明，高智商、高开放性的人在被迫进行浅层社交时，身体真的会感到痛苦，多巴胺会下降，皮质醇、压力激素会飙升。闲聊对你来说不是礼貌，那是偷窃，那是对你生命的谋杀。再讲个案例，我认识一位女作家阿曼，她平时深居简出，几乎不参加任何饭局。有一次，为了卖书，她被迫参加了一个所谓的名流晚宴。宴会上，大家推杯换盏，聊的都是谁买了新车，谁换了新房，谁家孩子上了贵族学校。阿曼坐在角落里，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。有人过来跟他搭讪，问他：哎，你最近在写什么啊？阿曼眼睛一亮，以为终于能聊点有营养的了。他说：我在研究人类意识的起源以及死亡对文明的驱动力。那个人愣了一下，尴尬地笑了笑，呵呵，真深奥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听说那个谁离婚了吗？那一刻，阿曼觉得自己脑子被切除了一块。他有2个选择，要么装傻，假装对八卦感兴趣，融入他们；要么闭嘴，继续做个怪人。阿曼选择了闭嘴，并且提前离场。大多数人选择了装傻，他们宁愿被傻瓜包围，也不敢面对自己的思想。而你选择了沉默，这不是傲慢，这是能量经济学。你的能量是有限的，你要把它花在刀刃上。你渴望的是深潜，你想聊的是宇宙，是哲学，是人性，是未来。因为99%的人都害怕这种深度，所以99%的人做不了你的朋友。不要为你的深度道歉。大海不会因为有人不会游泳，就把自己变成潜水坑。特质3，对控制的自身免疫反应。咱们说点黑暗的。有一种特质，在小孩子身上叫对立违抗性障碍，就是不听话。但在成年人身上，如果引导得当，那就是天才的特质，那就是拒绝服从任意的权威。大多数朋友圈子其实不是民主国家，他们是微型的暴政，甚至是邪教。他们有潜规则，我们讨厌这个人，你也得讨厌。我们都买这个牌子的包，你也得买。我们今晚去 KTV， 你也得去，不去就是不给面子。这就是羊群效应。为了安全，必须从众。著名的阿西从众实验证明，75%的人为了融入群体会睁眼说瞎话。如果大家都说那根短的线是长的，他也会跟着说是长的。而你属于那25%，你是矩阵里的故障。当有人试图控制你、同化你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立刻报警，有危险，快跑！你在羊群里感觉不到安全，你只感到窒息。你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有钱有势就尊重他，你需要看他的逻辑，看他的品行。这让你成了自恋者最讨厌的人。自恋者收集朋友像收集手办一样，他们只需要点头鼓掌的随从。而你不会点头，你会问为什么？对于一个脆弱的自我来说，为什么是世界上最伤人的武器？因为你无法被控制，所以你经常被驱逐。他们会孤立你，造你的谣，试图打垮你。他们希望你跪着爬回来，求他们带你玩。但让他们困惑的是，你没有，你反而活得更好了。你用受欢迎换取了主权。主权是一个孤独的王国，但它是唯一值得统治的王国。特质4，建筑师的偏执。大多数人把生活当成候诊室，等下班，等周末，等退休。朋友对他们来说就是消磨时间的工具，而你把时间的流逝感觉为一种物理上的疼痛。你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等待的，你是为了建设的。无论是一番事业、一件艺术品，还是一副强健的体魄，你的脑子里装满了一个愿景：我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这就是建筑师特质。残酷的事实是，建立伟大的事业需要一种偏执狂般的专注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大脑有2种模式，一种是默认模式网络，
负责社交、发呆、想入非非；一种是任务正激活网络，负责深度专注、执行、心流。这俩是死对头，一个开，另一个就得关。你不可能一边在 KTV 里嗨，一边在脑子里构建相对论。历史上那些牛人，特斯拉、米开朗基罗、乔布斯，朋友都很少。他们没空哭鼻子，他们忙着改变世界。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，你在酒桌上听别人吹牛的每一个小时，都是从未来的自己那里偷来的。所以你开始说不，不喝酒，不聚会，不闲聊。当你拒绝的足够多，邀请就消失了。很好，这是过滤系统在工作。你在给你的生活挂上施工种地、闲人免进的牌子。如果你现在没有朋友，可能是因为你正处在变态发育的阶段。毛毛虫在茧里化成水的时候，它没有朋友，那是彻底的毁灭和重构。如果你正处在这个阶段，孤独不是负担，它是生物学上的必要。别让任何人把你从茧里拖出来，你会死的。待在黑暗里，做你该做的事。你在建设阶段失去的朋友，反正也塞不进你未来的摩天大楼里。特质5：无意识的镜子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你走进一个房间，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却感觉到大家不喜欢你。你明明很友善，却总是莫名其妙被针对。这不是因为你软弱，而是因为你是一块屏幕。一个自我意识极高、社交需求极低的人，就是一块空白的屏幕。别人会把他们内心的恶魔投射在你身上。这就是荣格说的阴影。当一个虚伪、自卑、渴望认可的人遇到一个安静、笃定、自给自足的你，他看到的不是你，他看到了自己羞愧的那部分，他看到了自己勇气的缺失。你的沉默让他内心的噪音震耳欲聋，你的独立是在嘲笑他的依赖。因为他无法处理这种羞耻感，他就会把它转化为攻击。他攻击你是为了打碎这面镜子，这样他就不用看自己丑陋的样子了。大多数友谊其实是相互依赖的妄想。你夸我美，我就夸你瘦；你认可我是受害者，我也认可你命苦。这是一份谎言贸易协定，而你不签这个字。当有人抱怨自己生活一团糟时，你不会说哎呀你真可怜，你会问那你打算怎么解决？你打破了契约，你成了反派。但在这个故事里，成为反派是一种最高的赞美。这意味着你守住了你的现实。你不是因为不讨喜而孤独，你是因为不可否认而被孤立。特质6：时间位移者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痴迷于当下的世界，享乐主义、及时满足、短视频、下一杯酒。羊群只看脚下的草，而你生活在未来。这是战略家、远见者以及讽刺的是长期焦虑者的特质。你在脑海里不断模拟未来的时间线，你在别人意识到之前几公里就看到了因果关系。当你的朋友说今晚开心就行，别想明天，你的大脑在尖叫，明天是唯一重要的事情。你看到了他们今天暴饮暴食会导致10年后的糖尿病，你看到了他们嘲笑的那个商业点子未来会颠覆行业。你们说的是2种语言，这就是时间位移。你的精神时钟比同龄人快了5年、10年甚至20年，这让连接变得几乎不可能。这就好比一个成年人试图跟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交朋友。你可以爱那个孩子，保护那个孩子，但你没法跟他聊人生。这会产生一种深刻的守望者的孤独感。你站在城墙上，看着地平线上的狼群，而城里的人都在睡觉，还在骂你是个扫兴的疯子。直到狼来了，突然间他们想做你的朋友了，想让你保护他们了。但那时你通常已经明白，你救不了那些装睡的人。你必须独自走向未来，或者留下来陪他们一起死。在过去，你选择了未来，而未来注定是孤独的，
因为那里还没人到达。特质7：核动力引擎自成目的。最后这一个特质是最罕见也最让人害怕的。大多数人类是外燃机，他们需要外部的燃料才能转，需要赞美，需要关注，需要认可，需要有人看见他们，他们才觉得自己活着。把一个普通人关在屋子里3天，没手机没网，他会疯的，他的自我会溶解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核动力引擎，你的燃料来自内部。心理学叫自成目的的人格。你做事不是为了掌声，而是因为事情本身让你满足。你读书是因为你想知道，你健身是因为你想强壮，你创作是因为那个点子在你脑子里燃烧。这让你对社会最强大的武器——社交筹码产生了免疫。社会控制人靠的是被排斥的恐惧。你不听话，我们就不带你玩了。这对99%的人有效，因为他们饿，他们缺爱。但当他们对你用这一招时，发生了什么？他们说，我们要孤立你。你说，太好了，我正想静静。这把他们吓坏了。一个不需要别人的人，是一个无法被操纵的人。你是他们权力游戏里的 bug。他们恨你，是因为你提醒了他们，他们是奴隶，而你是自由的。现在把这7个特质连起来看：测谎1，看穿虚假，加深度成瘾，拒绝浅薄，加主权心智，拒绝控制，加建筑师，专注使命，加镜子，反射恶魔，加远见者，活在未来，加内部引擎，自给自足。你看到了吗？这造就的不是一个可怜虫，不是一个失败者，这造就了一个流亡的国王，一个心智上的顶级掠食者。你没有朋友，不是因为你坏了，是因为你与现代人类的驯化程序不兼容。现在你坐在寒冷的荒野里，看着村庄温暖的灯火，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。停止怀疑。你不合群，是因为你不属于笼子。你会想，也许我真的有问题，也许我不值得被爱。你开始软化你的棱角，降低你的标准。你让那些有毒的人进入你的生活，仅仅为了有个伴。或者你试图装傻，回到羊群里去咩咩叫。别这么做，这是自杀。狼装成羊，骗不了羊，羊会被吓死，狼会饿死。面具下的孤独比洞穴里的孤独要沉重10000倍。那么怎么活？第一步，彻底接受你的标准。如果找不到深度、忠诚和智慧，那就饿着。别吃垃圾。你在虚空中坚定立场，宇宙才会给你匹配同频的人。一个懂你的盟友，抵得上10000个酒肉朋友。第二步，让自己发光。别去追马，去种草。别去找船，做灯塔。当你在你的领域变得不可否认，当你变得强大、智慧、发光时，其他的狼、其他的异类会看到你，他们会穿越人海找到你。你的部落不在酒吧里，他们在图书馆，在实验室，在健身房，在创业的战场上。想见到他们，你得先爬到山顶。第三步，戴上理智的面具。这是马基雅维利的智慧。在找到部落之前，你得在村庄里活下去。别到处跟人说你是狼。学会客套，学会微笑，学会聊天气。把这当成星号卧底行动星号。保护好你的内核，把真实的想法留给那些有安全许可的人。这条路很难。异类之路不是幸福之路，是意义之路。你不是孤独，你只是第一个到达集合点的人。等一等，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如果你听懂了今天的话，请在评论区打出我是狼，让我们看看这片荒野上到底有多少同类。下期见。